各位老朋友、新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福全，大家可以把我当成你们的老邻居、老朋友。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，像风一样的女子，感觉很潇洒、很自由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你有没有听过痛风的男子？哎呦，这个可就一点都不潇洒了。痛风的男人最怕的就是一阵风吹过来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关节啊，只要被风吹到，就会痛到哀哀叫。你可能会觉得这应该是很少数的人才会这样吧？我告诉你一个数字，你可能会吓一跳。在我们台湾，有将近100万人被痛风这个问题所困扰。你算算看，差不多每2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。你我身边，甚至是我们自己，可能就是那100万分之一。而且啊，有75%的患者是男性，其中又有70%是我们这种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。这不是什么罕见疾病，这根本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流行病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福全，大家可以把我当成你们的老邻居、老朋友。以前呢，我太太的血糖也是高高低低，膝盖也卡卡的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才真正撩下去研究这些健康养生的东西。没想到一研究下去，嘿，还真给我找出一些门道来。今天呢，我就把这些心得不藏私，全部跟我的老朋友们分享。尤其是这个痛风啊，真的不能小看它。那个痛起来啊，真的是会要人命。很多人都是在半夜睡得正熟的时候，突然被痛醒。那个痛啊，不是我们平常说的这里酸那里痛，它像是有人拿着几百支烧红的针，一直往你的大拇指关节、脚踝里面钻，又肿又烫又痛。你连盖在身上的那条薄薄的被单碰到都感觉像被火车整过一样，你只能抱着脚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挨到天亮。我光是听朋友描述都替他觉得难过。在中医看来啊，这种痛风叫做痹症，古代的医生更直接叫它力竭风，就是你的关节啊，好像一阵一阵的风在刮。那这个风是哪来的呢？其实啊，是我们身体里面积累了太多的风寒湿这3种不好的东西，我们叫它三邪。这3害堵住了我们身体里的气血循环。你想想看，马路塞车了，是不是就动弹不得？身体里的气血也是一样，一堵住，不通则痛，剧痛就是这样来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福全，大家可以把我当成你们的老邻居、老朋友。以前啊，我太太的血糖也是高高低低，膝盖也卡卡的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才真正撩下去研究这些健康养生的东西。没想到一研究下去，嘿，还真给我找出一些门道来。今天呢，我就把这些心得不藏私，全部跟我的老朋友们分享。尤其是这个痛风啊，真的不能小看它。那个痛起来啊，真的是会要人命。很多人都是在半夜睡得正熟的时候，突然被痛醒。那个痛啊，不是我们平常说的这里酸那里痛，它像是有人拿着几百支烧红的针，一直往你的大拇指关节、脚踝里面钻，又肿又烫又痛。你连盖在身上的那条薄薄的被单碰到都感觉像被火车整过一样，你只能抱着脚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挨到天亮。我光是听朋友描述都替他觉得难过。在中医看来啊，这种痛叫做痹症，古代的医生更直接叫它力竭风，就是你的关节好像一阵一阵的风在刮。那这个风是哪里来的呢？其实啊，是我们身体里面积累了太多的风寒湿这3种不好的东西，我们叫它三邪。这3害堵住了我们身体里的气血循环。你想想看，
马路塞车了，是不是就动弹不得？身体里的气血也是一样，一堵住，不通则痛，剧痛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啊，要解决痛风，就像我们听过的周楚除三害的故事一样，得先把这3的害虫风、寒、湿从我们身体里请出去。那可能有人会问，福全啊，你讲得很有道理，但现在我就是痛到受不了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先救急一下？有，当然有。今天就先教大家1个穴位，2种水果，让你就算半夜痛醒，也能自己帮自己一把。第一个是我们脚上的一个神奇穴位，叫做太溪穴，溪水的溪。这个穴位在哪里呢？来，现在方便的话，跟我一起把你的鞋子、袜子脱下来，我们一起来找这个身体给我们的止痛药。你先摸到你脚内侧脚踝那个最凸出来的骨头，找到了吗？好，接着往后脚跟的方向摸，会摸到一条很粗很硬的筋，这就是阿基里斯腱。就在你脚踝最凸的骨头和这条大筋正中间，你用手指头按下去，会感觉到一个凹下去的洞。对，就是这里，酸酸胀胀的感觉就对了。这就是太溪穴。你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，就用力按压这个穴位，它可以很快地帮助你缓解疼痛。而且这个穴位不只是止痛哦，它还是我们中医说的肾经的原穴。你平常没事多按按它，还能补肾气、强筋骨。你看，急性止痛、慢性补肾，真是一兼二顾，是不是很棒？再来，除了穴道，我们还可以从吃的下手。我推荐2种东西，非常简单，就算你天天外食也做得到。第一样是樱桃，红红小小颗的樱桃。有研究发现，每天只要吃10颗樱桃，就能有效帮助身体排出尿酸，减少痛风复发的机会。你去自助餐吃饭，饭后水果区看到有樱桃，就顺手夹个10来颗，很简单嘛。第2样是一个网络上的朋友分享的秘方，叫丝瓜水，就是我们吃的丝瓜，把它切块，放进电锅里，不加一滴水，直接蒸。蒸完之后，碗里会渗出一些汤汁，这就是最天然的丝瓜水。你把它喝下去，据说半个小时，那个肿痛就能消掉大半。这个方法医生也说，丝瓜本来就有利水清热的效果，所以理论上是可行的。如果你试过这个方法，觉得有效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好东西。好，刚刚讲的穴位跟水果是救急用的，但是我们总不能每次都等房子失火了才来灭火，对不对？身体要固本，平常就要保养。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一个真正能够帮你调整体质，从根本改善问题的好东西。这个好东西就是一碗我们台湾人很熟悉的汤——四神汤。你可别小看这碗汤，茯苓、芡实、莲子、山药这4味药材组合起来，本身就有很好的健脾利湿效果。但它真正的王牌是我们台湾人很喜欢加进去的一味食材，那就是薏仁。在古代的医学经典《神农本草经》里就写道，薏仁可以治筋急拘挛，意思就是筋骨抽痛僵硬。而现代医学也发现，薏仁有利水、消水肿、帮助尿酸排出的效果。所以，如果你常常需要应酬喝酒，隔天觉得关节怪怪的，赶快去喝一碗热腾腾的四神汤，它就是你最好的解药啊！不过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，薏仁虽然好，但是它有让子宫收缩的可能，所以如果是怀孕中的女性朋友，就先不要吃哦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发现，痛风好像不只是一个关节痛的问题。没错，它常常跟三高、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一起出现。你想想看，你痛风发作的时候，
痛得要命，血压是不是也会跟着飙高？这都是有关联的。我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一位住在美国的老朋友，他之前打电话给我，声音听起来很虚弱。他说：“福前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之前真的是活得像个植物人一样。你听听，植物人呢？”他说他血糖一直很高，吃了药，数字还是不漂亮。每天到了下午就昏昏沉沉，什么事都做不了，就只能躺在沙发上。我听了就很不忍心，就建议他试试看喝四神汤，记得要加薏仁。他也是半信半疑，但就想说死马当活马医，就开始每天煮来喝。结果才1个礼拜，他又打电话来了。我一听，声音都不一样了，非常有元气。他很兴奋地跟我说：“福全，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眼睛是亮的，精神好得不得了。”他跑去量血压、量血糖，数字漂亮到连他的家庭医生都吓一跳，问他到底做了什么。这不是什么奇迹呀，这只是因为四神汤帮助他的身体把那些不该有的湿气、浊气排掉了，脾胃功能变好了，身体自然就回到他本来应该有的健康状态。你看，调理好身体，效果就是这么惊人。但很多人就问了：“福全啊，不对呀，我很忌口了。你说的那些海鲜、动物内脏、火锅浓汤、香菇、芦笋，我全部都戒掉了，为什么还是会发作？”问得好，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地方，因为你很可能一直以来都搞错真正的敌人了。对于现在的年轻人，甚至是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来说，真正的痛风制造机常常不是那些我们以为的食物，而是2样你可能天天都在喝的东西。第一是啤酒，第二是含糖手摇饮。怎么会是这2样呢？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跟你说，你就懂了。我们身体排尿酸主要是靠肾脏，你可以把肾脏想象成一条高速公路的交流道。正常情况下，尿酸这台小客车可以很顺畅地从交流道开出去，排出体外。结果你一杯冰凉的啤酒喝下去，啤酒在身体里代谢会产生一种叫乳酸的东西。这个乳酸就像是突然冲出来一大堆巨无霸连接车，它也要走同一个交流道，而且它比你还凶还霸道，它会把整个交流道都占满了。结果尿酸这台小客车根本挤不上去，就被卡在后面大塞车，全部塞在你的身体里，尿酸浓度当然就飙高了。那手摇饮里面的果糖呢？它更坏，它不只是跟你抢车道，它像是在你的身体里面直接盖了一座尿酸制造工厂。果糖在肝脏代谢的时候会消耗我们身体大量的能量，同时这个过程的副产品就是一大堆的尿酸。所以你喝一杯全糖饮料，等于是一边让身体能量耗尽，一边又疯狂生产尿酸，然后再去跟别人抢车道。你说这样尿酸能不高吗？所以你看，问题不只是你吃了什么高普林的东西，更关键的是你的身体为什么排不掉它。这就牵涉到我们身体里最根本的2个器官，脾和肾。中医讲，痛风的根本原因就是脾肾功能失调。脾脏是负责运化我们吃进来的食物和水湿的，肾脏是负责排泄废物的。当你长期大鱼大肉、熬夜、过劳、压力大，都会损伤这2个器官的功能。脾脏功能不好，身体的湿气就排不掉，慢慢变成痰，变成淤血。肾脏功能不好，尿酸就排不出去。这些脏东西累积在身体里，就像一个沼泽一样，只要一点点风吹草动，就全部发作起来。我一定要在这里很严肃地提醒大家，
千万不要以为痛风只是关节痛而已。如果你放任不管，长期的高尿酸，那些尿酸结晶不只会沉积在你的关节，它还会沉积在你的肾脏里，变成肾结石，造成肾脏炎症，一步一步，最终的结局就是洗肾。到那个时候，就真的后悔莫及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我想告诉大家最重要的观念是：治痛风不能只靠止痛药、降尿酸药，那就像是你家里的水龙头坏了，一直在漏水，你只是拿着一条抹布在地上拼命地擦水，擦干了，等一下又湿了，你永远都在擦地板，永无宁日，这叫做治标。而我们讲的，透过健康的饮食、正常的作息、喝四神汤来调理身体是什么？这就是直接找一个厉害的老师傅，把那个坏掉漏水的水龙头整个换掉，并且把它关紧，从源头解决问题，地板自然就永远是干的，这才叫做治本。今天跟老朋友们聊得差不多了，你或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也为痛风所苦？有没有试过什么有效的好方法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，互相交流，大家一起变得更健康。如果觉得福全我今天讲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也请不吝啬给我按一个赞，并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我这个老邻居啊，还有很多压箱宝没分享呢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都要健康假白2哦。